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。古族坐落在中州东域，那里绝大部分的势力都可以算是古族的下线。萧炎一行人直奔其中一座名为古圣城的地方，那里是古界的入口，严禁外人进入，其中更是有着不少古族的强者镇守。若是没有邀请帖的话，即便是斗尊巅峰也闯不进去。萧炎望着眼前空间通道的尽头，心中爬上一抹火热。薰儿，我来了。古圣城据说是由古族那位斗帝强者建造的，整个城市外面被一层光罩包裹，光罩中蕴含了一丝斗帝之力。萧炎等人越接近这座城市，能感觉到来自灵魂的威压越强。而为了表示对斗帝的敬畏，古圣城方圆1000丈内禁止任何人飞行。萧炎等人也都乖乖徒步到城门门口排队等候。城门口两侧有将近100名身着黑色甲衣的人影，手持长枪，他们尖锐的目光不断在周围扫过。萧炎的目光从这些人影身上转移，却突然在城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领权。在萧炎看到他时，领权也看到了萧炎，他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。萧炎，谁允许你来此处的？领权的话让周围不少人的目光都停留在萧炎的身上，毕竟现在的萧炎在中州还是有着不小的名声。萧炎屈指一弹，一张带着凌厉劲风的玉帖对着领权爆射而去。领权一把抓住玉帖，瞬间一股恐怖的温度从玉帖中弥漫。他咬着牙忍下了掌心传来的剧痛，不屑地说：“原来是星陨阁，这等实力的势力怎会收到我古族的邀请帖？”萧炎淡淡地说：“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如果你不认识的话，便去问你们古族的人，将玉帖还来吧。”领权被萧炎气得牙痒痒，让他有本事过来拿便是。话音一落，他便感到眼前猛地一花，手掌上紧握的玉帖瞬间脱手而出。等他回过神，玉帖已经出现在萧炎的手上。领权的脸瞬间涨红，丢了个大脸的他忘记了自己现在的身份，一声怒喝，凌厉的掌风便狠狠地对着萧炎拍去。不等他的攻击落在萧炎身上，他的眼前便再度一花，一股恐怖的劲气直接将他轰得重重撞击在城墙上。领权喷出一口鲜血，满脸的不可置信和惊骇。当初在叶家时，他的实力还比萧炎高出一星，可现在他居然连萧炎出手都看不见，可见两者之间已经拉开了一个恐怖的距离。这种变化让生性高傲的领权有种吐血的冲动。当年那个在内院被他视为蝼蚁般的萧炎已经站在了他的头顶上。萧炎微笑着说抱歉，让领权下次不要再做这种蠢事，毕竟像他这么手软的人可并不多。领权的眼睛瞬间通红，下令让黑岩小队抓住萧炎。在两方人马剑拔弩张时，萧炎冷笑着问领权，难道想公报私仇？他们既然持有玉帖，便是古族的客人，以领权的地位并没有资格擒住他们。领权刚想怒喝萧炎，一道身影重重地落在城门前。看到这道身影，领权的脸色微变，周围的黑眼军战士恭敬地喊着武统领，然后将刚刚发生的事快速地说了一下。听到萧炎的名字后，武统领皱着眉头，眼带一丝极淡的敌意看向他。领权眼中满是嫉妒和不甘，这就是小姐嘴中的那个萧炎，现在你还想让他进去？武统领像看傻子一样看向领权，怒骂他没有脑子。萧炎是古族宴请的客人，不让他进，难道是想让别人嘲笑古族不懂礼节不成？碍于对方的身份地位比自己高，领权只能冷哼一声的退开。武统领请萧炎进城先待几日，到时候自会有人接他前往古界。萧炎微微点点头，这个武统领虽然对他有一丝敌意，但却公私分明。萧炎能猜到这是因为薰儿的缘故，他有预感这次的古界之行怕是不会一帆风顺。就在萧炎走到武统领身旁时，对方迟疑了一下，抱拳说：“若是不唐突的话，不知能否寻一个时间与萧炎阁下切磋一下？我很想看看你能否真的配上小姐。”最后这句话小到只有萧炎听到。萧炎缓缓点头，以薰儿在古族中的地位、气质和天赋，以及他的绝色容貌，古族中对他抱有爱慕之心的人都会将萧炎当作威胁最大的情敌。萧炎也很清楚，这种切磋挑战日后恐怕会更多，甚至更加野蛮。萧炎心中为自己日后的繁忙哀叹一声，便进入了古圣城。他们在城中心的庄园中安顿了下来。通往古界的空间大门需要3日后才会开启。而在他们休息时，林隐正向薰儿汇报萧炎的行踪。现在的萧炎已经不是他这个老头子能看透的啦，他不得不承认薰儿的眼光的确是不差。
薰儿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深层次的闭关，外界的事很少传到他耳中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也相信萧炎必然已经在中州赫赫有名。林颖迟疑了一下，薰儿前段时间在族中宣布的事，怕是会让萧炎有些麻烦。时间并没有让薰儿和萧炎之间的感情消逝，反而越发的醇厚芬香。所以前段时间，薰儿在古族商讨他未来婚事的长老会议上，极为平静地宣布，不论古族中人是反对还是支持，他只喜欢萧炎，并且他们都改变不了。薰儿的话让古族绝大部分长老脸都青了，而这也是古族的年轻天才们对萧炎抱有敌意的原因。另一天，萧炎一行人在庄园的酒肆中选了处位置坐下。酒肆中心还有一座巨大的石台，石台上两道身影正在交手。小医仙和天火尊者正和他们说着关于黑眼军的消息。黑眼军在古族的地位不低，因为他们的选拔条件相当苛刻，不仅需要对古族绝对的忠心，还必须在一定的年龄段达到特定的级别，并且他们每年都会考核，达不到标准便会被剔除。黑眼军的级别之分极为森严，其中设有8大统领，领权一星斗尊的实力不过是个排名倒数第2的统领而已。小医仙还打听到，薰儿在长老会议上亲自承认了他们俩之间的关系，而8大统领中几乎大半都将萧炎视为情敌。不过对萧炎来说，最大的威胁并不是他们，而是4大都统。4大都统是黑眼军真正的高层，在他们之上还有2位黑眼军真正的统领者黑眼王，他们在天才云集的古族中都号称绝顶天才，按照他们的潜力，日后也将会成为古族真正的核心人物。萧炎此刻真正的感受到了一些压力，他的修炼速度放眼同辈，已经让人可望而不可及，但和古族这些绝顶天才相比还是弱了点。他的眼中闪过一抹狠色，不管这些所谓的都统有多强，他和薰儿之间谁都阻拦不了。就在萧炎几人交谈间，石台上交手的人影也分出了胜负。下面切磋者黑眼军3统领杨浩以及单会的冠军萧炎。这道声音在阁楼中回荡着，喧闹的环境顿时为之一静。萧炎刚举起茶杯的手掌猛地一握，他这是被人摆了一道啊！小医仙等人也反应了过来，古族这种手段实在是太过下作了。萧炎放下手中的茶杯，既然有人自愿上来当投机，他便收下，杀鸡儆猴一番。黑眼军的3统领杨浩和萧炎一样，也是5星斗尊。身为古族的人，他拥有非常多的高阶斗技傍身，从来就没想过会败在萧炎的手中。所以当他被萧炎在大庭广众之下轻轻松松地打得口吐鲜血后，杨浩脑袋一热，怒吼着混账东西，我不服，便冲着萧炎爆射而去，可惜照样被萧炎随手打飞。就在杨浩准备再度发疯地冲过去时，黑眼军的2统领林朽浮现在他面前，制止了他。林朽看向萧炎，问他打得可爽。萧炎看着眼前这个6星斗尊的2统领，淡淡的说：“比试切磋而已。”林朽身形一动，出现在石台上。既然萧炎这般喜欢切磋，就由他来试试，如何？萧炎笑着回他：“若是要车轮战的话，这点人似乎少了。”就在台上再度剑拔弩张时，古族的古训长老现身，怒骂他们身为主人家，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为难古族的客人。林朽被一通骂也不敢还嘴，他知道今日黑眼军的面子是找不回来了，但他依旧不甘心地传音给萧炎，说这次算他好运，识相的话就尽快离开古族，否则进入古界只会让他自取其辱。说完，林朽便抓着动都动不了的杨浩离开。古训目光复杂地看向萧炎，萧族的人总算是再次来古族了。他让萧炎做好准备，因为薰儿的原因，他日后遇见的麻烦不会少。古训深深地看了萧炎一眼，便转身下台离开。萧炎从石台上跳下，刚想回座，体内的异火猛地剧烈跳动，他的目光顺着感应停在了楼阁上一名戴着面纱的红衣女子火炙身上。火炙的双眼正平静地注视着萧炎，他的眉心处一朵栩栩如生的火焰印记正悄然绽放。萧炎心头一动，这人怕就是药老所说的炎族中人了。两人目光对视时，各自的眼瞳中都有火芒流转。片刻后，他们之间的空间处凭空爆炸，火焰将一旁的桌椅烧毁。萧炎脸上闪过一丝凝重，红衣女子体内的异火怕是不简单。
他深深地看了一眼，便带着小一仙等人转身朝着楼阁外走去。回房间的路上，小一仙有些担忧古族的人会对萧炎出手。他并不担心所谓的8大统领，而是担心4大都统，他们才是古族年轻一辈的翘楚，也是最可能成为黑眼王的人。而据他打听到的，每一任的黑眼王最低要求便是达到半圣。听到半圣2字，萧炎的脚步微微一顿，但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麻烦真要找上门也是没有办法的。而且为了星陨阁和萧家，有一些东西总归是无法避免的。就在萧炎的脚步再次踏出时，突然一顿，猛地抬头看向前方的尽头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